好像是心理加枯手这点。他这样有点大。如果说前期追击节奏变慢的话，会不太好打。哎呦，上来哦呦，很快啊！很快啊！索把这边就感觉好像是第一刀我直接给你的，密码没有说机是特别想规避。外面3%啊，3个人，这就等于说是一个幸运儿开局了。幸运儿开局，没有到最幸运儿。对他这样进到墓地可能不会影响到队友，就给到速度太快了。对，但是他第二刀拿的也挺快呀。不过这里是拆掉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是直接拿刀了。主要是人家确实没有什么规避的手段嘛，他这样打就是把下线给保住。你看他可能猜到就是巴特鲁这边带的是那个，不让特鲁这边没不让他对他带的是个市场的，所以他在墓地这边得进去。对，也不好去干扰。哦呦，好翻！哎呦，那这个尾龙可以混掉啊，感觉可以吗？飞掉了。哎呦，好飞轮再给那感觉这个牵制可以的呀。是的，对，可以的。因为他本来稳稳吃3个，现在变成吃4个，很舒服。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我的就是你看伯恩特这边市场他用不出来。哎，不过好像能用哎。红蝶河，对他可能导到那边去了吗？哦，在最后的时候导到红蝶亭这边去的。对，这里莫尔斯这台83呀，哇，炸了，抢不开好像。哦，哎呦，要炸一炸，搏一炸，能咬下，哇，炸起来了，那可以，这台感觉要抢开了，老李，哎呦，老李，99踹回去了，99踹做到吗？炸了！哎，我觉得可能这个不炸下来，好像还真的收开了，就炸下来反而收不开了，炸下来那个相值会比较小。就是他有个挂的动作，然后再走过去，离得会稍微更远一步吧。不过还好，你看这边心理学家活的，至少没人上瘾。对，一个等价交换吧。那现在得赶紧跑。9不9，就相当于抓到现在还没抓到人。因为他踢了一脚，那心里活了，所以。哎呦，再掉一个笼子，封住交互点，可以强行开这个博弈。哦，直接头铁过板，能接受。对于 RC 来说，莫尔斯现在被击倒是能接受的，因为场上电机已经快3台。是的。然后这枯手就当前锋打了，反正每次来逼你40愿力再走，对，就有人倒了。跛脚羊还是没有防 OB 的能力，他主要防 OB 的能力是建立在他的愿力基础上的，会很贵的感觉。防一次 OB 的消耗的代价很大。哦，给到一个小刀啊，给到一个小刀，还可以再扯。接下来还能给到一个小刀。好像转播慢了有没有？哦哟，你现在是几秒啊？我们是56、57、58、59。哦，我可能会慢上2秒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们是，我不会给你们剧透的。我们是那个备用流，你用的是哪个流？我也用的备用流，我跟你们应该用的是差不多，应该是一个流。哦，我是主流可能快一点。你赶紧切回来兼容我们2个呀！等会儿，等打完这。哎，不用，等打完了。黑文笔又来拖，但是也只能拖一个笼子。没炸到，说是。有空气墙，啊！过去。哎，真有吗？现在没有推进器了，但守墓人再来救一波的话，这个第2个时长要不要交呢？能踹。对啊，他可以踹，他可以强行去踹一波。但他可能想的说是我先把这个守墓人状态打下来之后，然后再去踹。就3台大遗产感觉也不太好补开，说实话。对的。就看能不能打到针对。不过他选择直接出刀。下一个笼子很关键，如果能打到莫尔斯，他们战就有技能了。这波就下砍帮扛。哦呦，还好见到了这一刀感觉啊，这个慢翻，居然打到了守墓人。那这样子扛刀的话，还真不好说。他可以把那个幻想唯一时间拖过，然后这样可以边作业。是的，而且说不定一会儿2楼心理什么又跳下来继续扛了。是的，而且愿力值已经被扛的没多少了。切个闪，但是现在切闪也不好闪了。已经有不确定能不能闪到想闪的人啊。对，是2个人来扛刀的。要不破釜沉舟，切个船，直接把心理干在遗产。啊？那这斧也太破了。那这个人没法处理啊，3个人扛刀。也是3个人扛刀处理不了，而且你这边的话，木偶师还能变路易。他刚才传的话，压遗产密码机是很多的。
就求生者3个残血得去开台新的，但文鸟一直怎么说？强摸达到了，但95确实是到一个强摸的临界值啊！大家都有回光返照，确实，那有点难受了。4人看门战，对，而且他现在没有愿力了。直接切闪了，而且已经用过了，而且还没拿到击倒。这个闪现的意图被看穿了，算是就是这个闪现的话就出来，只能体现出他很急，你知道吧？是，让我想起昨天的一把那个。那这边的话，小丑索把这边看能不能走个地窖吧，因为地窖就在中场，感觉够呛啊。还是有机会能捞个平局的，感觉走不掉。有耳鸣，应该是会被排到。看一下。他是以为他回不去，回不去了啊！挡住他了啊！完了，作茧自缚了。确实，其实我觉得这把最关键的失常还是带闪现了，直接冲着 M 口去了。你看两边的牵制思路其实大差不差，就是第一波先往墓地这边走，没错。但是飞行家比较没那么怕这个围龙，他可以3段喷。一个围龙，对，有飞行器废龙的说法。是的，是的。怎么喷脸上来了 ？M 口飞到脸上了。我感觉这不好牵制了呀。不过现在愿力还不够。是的，和新学家不太一样。新学家有的话直接秒了给。有一个悬停可以拖出自己的背包时间。哦呦，好险啊！有机会废掉。先给一刀吧。下一波那有飞轮，对，有飞轮，看能不能利用这个拼背包，然后把飞轮拖出来。反正他们牵制思路就无论如何，我不管付出怎么样代价，先进墓地再说。是的，我不能让你的跛脚羊去把我的第一速度，然后给赶慢。是的。哎呦，第2段撞墙了。M 口今天有点小失误啊，2个背包没有折掉围龙，还是吃刀了。对。两边击倒节奏其实差的不太多，但是这边是少一个失常，是，但是多一个闪现。不过飞行家本身下来也没有太大的2-6空间了，因为没道具了。先开个2阶，这边想摊一下这边的守墓人状态，摊守墓人状态，但是 M 扣走的有点远，而且现在只有1个龙，并且还有飞轮。那这波有可能要拖出化险为以外的时间了。直接招闪，让你2-6，那只要能找到就可以。看来这一波就是想用闪现终结的。对，然后还可以压住中场的遗产。对的。这边的话，感觉想去争3有点困难啊，除非还像上一局一样能打一个非常漂亮的团。对，争3的话有点很难，就是你可能保平的话都不是那么好保，因为你是倒在中场这边了，你是压到中场电机了，而且他没有回光返照，没有回光返照的话，拖到开门战也没什么太大用。不像上一局的木偶一样有2-6能力。这边先刷一个化险为夷，然后赶紧趁这个时间，然后倒到甲门那边去。应该是想再进行一波牵制，飞轮想再拖一下。那这样子其实我说实话有点得不偿失，因为他这波没有牵制起来，再加上还是倒中场附近。对，这个中场还抢不开，68的一个机制，那边70的机子。这边挂飞行家，你看是一个近乎120点愿力的跛脚羊，然后这3台电机都离得很近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，神挡杀神。看看目标想去杀一下红蝶亭的小说家，很准。来个笼子，这刀空。哇，这怎么钻过去换位的？这是什么？太远了吧！这怎么延迟换啊？牛的，我只能说。飞轮，八字龙，但是把自己秀到板子去了。哎呦，小说家平地废掉了2个老牛啊！小说家，你永远可以相信南美口的上限啊！永远可以相信。这边还是想把这边南美口击倒，然后把红雷霆这边先挂一下。不过这波没反应过来，是的，一个位置。可以看到阿卡这个熟练度确实也是极端的高啊。是的。现在挂到红蝶亭那台电机能修到95吧，好像有机会能抢开啊。应该要硬抢了，因为他们压的是另外一台。硬修。
但是守门人很危险。拖他来。阿卡这里也能看到这台妙机非常多了。想占这台电机，要把那个技能拖好。是，但是他要去选择去踹一脚嘛，感觉踹一脚也不太好打，因为现在手上没有人。踹一脚的话，也不要太好高骛远嘛，这局大不了就保平嘛。对，是的。先击倒守墓人。哦呦，这个板啊！开门战前把伞交了。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冒失，稍微有一点点。对，但他想抢这波节奏，抓住了2个人在调状态的一个时机。就看他西波能不能排到他2人调状态的点了。如果说能排到的话，就独抓面了。是的。哎，好像是看到了，好像能看到小说家。但那边的也意识到了这边莫偶师可能会来偷人。那有说法。排刀。路易没有交出来啊。是的，很亏啊。那机子他也不敢碰了。对。而且这里有可能把人给关过半的。有没有机会过半呢？打一刀，刚好极限卡半。哦呦，极限卡半。再看那台红蝶亭的店，知道你想来偷。差一点点。我月粒子不够了。那边墓地的话，看能不能打个状态。对，反正2边拉扯。打状态的位置能有点近，观察到。不过这个技能好像还是能拖出来啊。是他切出场，他其实直接切出场，直接切的那个传送嘛，对，切传送嘛，所以他那个转的很快。就在这边架住3个人的位置，2个人硬摸嘛。巴图鲁那边也不敢动，想偷袭。现在主要就是木偶师这边一定要稳住，你不能说是倒在这边的红蝶亭一场，因为红蝶亭差的比较多，差8%的电。对。然后墓地的话倒就倒了，因为你已经是切过传送了。有点蜘蛛驾驶高速公路那位了。蜘蛛驾驶吗？他这里要钻回去红蝶河了。哎，不钻。红蝶河还没动，在盯。感觉这木偶是马上冒乌鸦了。冒乌鸦不就明牌了吗？直接一个后撤龙，精准。带走了守墓人。你看这守墓人刚才要是过半了的话，这局就有了。但是他是一个极限卡半，想过来再看一下，没有的话我再回去。再骗，再来，哎呦！要趁这个时机，腾挪不知为何找到了巴图鲁，要趁那个摸守墓人的时间把巴图鲁秒了，但是秒，不好秒，这边还有路易。对，总不能还是交不出来吧？交路易，要回去了，要回去了。这波92的机子。我觉得已经开了。对，我感觉这个92机子不太好守，对，不是那么好守。开台新的吧，因为你强开的话，人就在他脸上，这月里子一下把你秒了。是的，那边是打算让木偶师新起一台阁楼店。散弹原力，再回来看有没有人偷。很不放心啊，阿卡，很不放心啊。但是找到了 A 子。哎呦，道具又被消耗了。是的。那这里拿梅考已经是摸上了红蝶河的机子了。已经压好了。对，现在就看这个开门战。要不在攒原力再打呢？这边直接一个后撤龙。那这样子开门战他是没有愿力的，就是不太有击倒机会的。对，就看巴图鲁这波能不能顶住。求生者验出来就行。求生者也没贴学上门，看他这个处理的速度吧。有机会。好像应该是趋向于一个平局的，因为他这边愿力有点续不上，然后也不太能传，传的话这边墓里面就开了。对。就是看会不会出现什么最后门开了传的这种操作。那应该很难啊。一个震慑，恐怖的一击，最终开始保平了。但是这边也起不来倒是。是的。那这样的话保住了。起来的。对，他俩都是比较能牵，直接不管你了，然后我找心理。这就是人生吧。总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。不过他还真是最好是在说比赛。往中场找，反正他中场找古董商跟心理都能追。这个心理学家有点装脸了。对，他好像在原地蹲着是没有找到的。
这把追节奏很快，有点紧张了，巴图鲁。你主要是古董商他开局被从四合院被赶到了木屋这边，没有修电。看一下下一波，上2个球，哎，白球上到了还好。对，是。哎，但是他没封窗的呀，他就这样翻来翻去的，还是等下一个双重惊喜才能拿第1刀。这样的话，他其实第1刀的节奏还不是很快，算慢的。哎，我说不定平地先抽1刀呢。哦，没有，我还得等上个球。哎呦，这拿到速度很快呀！就是第1刀拿完之后，然后空中飞人赶上又可以拿第2刀了。是的，那反弹以后再接个双弹，又可以拖到下一个双重惊喜。对，可惜他带的是个兴奋。对，所以说是这个辅助特质可能不是那么有用。哦，古董商想来了，想来帮忙点刺，哎呦，直接交，而且板还没法帮忙下，看能不能再回来，能不能给个双球？哎，好像是他一直封住古董商的技能，哎，对，是的，古董商都被打了，完了，处理太好了，好亏呀！对，使用者这波，他跟心理学家保持一个年近的身位的同时，然后那个红色的那个汤，然后他一直在那个在古董商下，让纳梅克没法用技能。其实阿卡他也没有意识的去封他技能，就刚好是在那边，但是他俩跑的方向凑巧了，那就只能那样。古董商这波 OB 完全没有起效果，准备好面对2阶，而且直接就让薛枪开到2阶了。哎呦，还想打个双倒，还好，逼掉一个护腕，追一下，但是没有双重惊喜了。没关系，这边他感人能力还太强了。哦哟，没办法。溜不动一点啊，感觉到了2阶。我说实话，现在的话，人类这个局势可能有一点就偏向于崩盘了，因为古董商这还掉了，然后幽冥这还掉了，然后你化险为夷还没了。中场赛机制还要被干扰，他们这一波主要化险为夷带的也少啊，就是没有那种化险为夷去狂拖时间的说法。救下来可能就是一个秒倒，还要掉自己的状态。哎呦，技能还崩了，有可能还会双倒。但是，哎呦，骗飞轮，蓄力，琼子还是想救。看到吗？气囊，哎，放这么远吗？放这么远，那不是没法弹了？没想到，哎，那确实这个气囊又放的有点失误了。然后想放到前面去弹，有点想当然了。那这里把心理打倒，火灾还可以顺秒，还可以顺序节奏。哎呦！哇，这个刀最后时刻往右拐了一下。哎，是的。那这样子再把火灾续上，然后电击还差一整台，然后你看他还有底牌，底牌在。对，关键是现在状态也贼差。那现在可以无限拉扯了，就是跟求生者打来回换挂，外面全是半状态，谁来救外面的都有可能被换挂在遗产。感觉4抓面很大呀，很大，非常大。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是个4抓面。那边古董商去破一电机，佣兵的话已经好像要被排到了。你看两个分身排了2个点，排了2个人。这边想直接打一个外侧的干扰，而且还有兴奋。你的身位很远，这波处理完古董商，再切个1星回去都可以。对。得看哪梅口这边应该会把兴奋逼出来。哎呦，直接交兴奋，然后想快速击倒，来个双球。没办法，这波不要挂，这波不能挂，阿卡过半了。要哦，他想直接挂上去之后，然后对，再打来回拉扯，你还是要过来救这个人。是的，外面的人他这波其实过来找到谁都行，找到佣兵他也是4抓，找到火灾。我刚才在考虑就是佣兵这边能不能不救呢？如果说是他把这边哪边口挂上去之后，然后我2个护腕的佣兵，然后直接卡在大方不救，对，就是说刚才阿卡能不能不挂呢？不挂的话，佣兵，这护腕就有机会好像是受红汤干扰了一下吧。有点想法，对，密码机不够，所以我觉得刚才好像不用挂。这还是个侧刀，你看。我还有哎呦，哇！哎呦，你看这还是个侧刀，刚才侧刀上球。这个侧刀，侧球，怎么叫侧刀了？这波可以牵着佣兵，然后往中场那边走，然后再放下来。主要是火灾这边是挂飞，地窖就在中场。看要不要直接挂上呢？哇，好自信啊！哇，阿卡真的是自信啊，就能挂我就挂，我不跟你拖，我相信我这边一定能找到你在哪。阿卡居然是不跟你拖类型的监管者吗？以前可没看出来啊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
哦呦，远程球上到了，手里还有一个球，哎呀，感觉走不了地窖，走不了，有飞轮也走不了，还有一个黑球突球。哎呦，飞轮没摁出来，流畅的 C 抓，太闲，狂吹这个的话，而且没有保到效果，而且自己状态还掉了。对，除非你又在风。哎呀，谁不想跑出庄园呢？你还真别说。哦，目前的赶路非常的丝滑。但是带兴奋去抓这边的火灾调查员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，可以说是很难抓到了。对的。哎，想往隐秘这边走吗？现在个气囊，但是有点小撞墙。哎，这撞墙了。哎，对，是有点小撞墙。对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好像没意识到，就无所谓了。这边也没封窗，这个窗户还能玩，回速还没好。要前面抓下门吗？不堵。蹭个弹射去到四合院，再把板子下了，相当于前期就只是在跟着踩板。无伤50秒，无伤1分钟了，感觉可以。对，而且你看，如果说我硬吃一刀转到大房，你是没有带封窗的，再拉个反弹，你可能还击不倒我。击不倒。这边给他一刀吧。是的。给一刀，按理说这时候闪现好了，哎，对，闪现好了，他没闪现，对，哎，但是你看他这边老李好像在防闪，所以没有往那个窗户那边走，没有往侧面走。哎呦，哎，假装有闪吗？这是？这点有点骗过自己了这步，哎，不过还好。哦，这边的话击倒，其实这个击倒节奏也还行吧，不到1分半，而且相当于是没用技能嘛，但是他这技能也没什么用。想四抓就不太行了吧？对，想四抓有点难，这叫节奏还不错，可以明加上。对，带着兴奋，然后上个种族可以明加上，而且是军工厂，还可以，也是得益于吓到对手吧，让他对手以为自己有闪现。对的，这边好像看到了脚印，哎，但是没有深追。哎，拍到了，这个护腕很稳啊，等你出刀之后再护腕。哇，那这波极限卡半，而且这样还能把他那个影子给拖掉，没法回溯去收益。超级无敌极限卡半。哎，要不要回溯打佣兵？打佣兵。回溯好了。哦，那是那什么盘子。我还是看不到四抓面呀，哎，四抓面很小。确实没什么四抓面。很难呐。打算让搜巴过来卡人，然后 C 姐赶紧先撤离。这一波的话，救援的收益很小，但是又被排到了。哎，有没有机会打一个拦截救不下来呢？影子已经消失了，第一个影子，哎，可惜。第二个消失了，都消失了。那距离也很近。想是打一波扛刀啊，因为入殓师有灵柩。这么拼吗？而且反身以后还可以迅速加入战场。对，好拼，还真是。哎呦，这个侧刀好像这波又不管了。是。对，就扛到一半之后说，哎，好像又不需要扛了，我走。对，扛不扛的吧？嗨。那这样的话，好像这个局面稍微有点危险啊。哎，有一点，还真有一点，这样子看有一点。但是佣兵已经佣兵已经不修了，刚松手。索把大房等着。对，主要现在你看这个电机分布的话，不是那么好搞。如果说是得要猛鸟这边先撤离大房肉练师才敢修。对，找这边 UMP 就出来抗压的。哎，这边的话技能应该也会往兴奋上去猜一猜。是的，这么长时间没有用市场，然后也没有用闪现。用半子补一下自己沙包里的。回溯过来，前面应该要云门了。哎呦，这个点刺兴奋都没有机会交，而且隐月还掉了，对，难受。哎呦，好卡脚。这样看四抓面可能又要没有走远了。对，因为这波云皮他牵制的非常好。是。点刺还差一点。不敢过板。哦，这边是抵消，打断了一个扫视。是，必须把他追倒，因为这边是有一台70多的遗产。对，但是问题是外面的机子都快压好了。哎，是。那 UMP 他没有回攻反照，直接开。近身。回速过来。不想交了吗？还是交了？哎呀，飞轮云门！哎呀，完了。
感觉这个兴奋也交慢了，他在考虑，他可能在犹豫要不要交啊，这个都开门战了。是的，他早点交的话，他不是有个出钩后摇嘛，就是没有机会交出来飞轮的，但是刚好就是出钩后摇结束之后再交的兴奋。是，看一下这个灵柩的反身要给谁？佣兵那边门是可以抢点开的。对，反正走1是肯定的了。是的。哦，是给到了佣兵。哦，还给佣兵了，佣兵还可以再救一波是吧？对，看一下要不要操作一下。但古董上也没道具了，救了也。救一下再给他扛一刀。然后再反身反到大门，然后对，然后古董上自己博弈，哎，不救了。哎，古董上走中场低叫。他只是帮 Soba 拖一下时间吧，应该是。走了。恭喜 RC， 恭喜 RC， 恭喜 RC 带走了对手。对的，飞。布里奥的扑降真的还挺。那喜纳米要小心。蜘蛛感应就打一个单骑士，他居然也是一个兴奋。太多啊！来了，哎，脚印碰到了，脚印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转回来拆笼子啊？转回来还拆了是什么意思呀？脚印都看到了，他转回来了，哥们。有点急了，有点急了，有点急了。但现在应该能猜到吧？感觉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没看到了啊，应该看到，应该看到，得放龙，得放龙。哎，他刚39，他为什么不放龙啊？是可以放龙，放龙这个地方不好博弈的。过去了，拆掉了呀！队友帮忙拆了一下，那也还行。对，等于说冒险家只要躲不住就还行。等于可以秒杀这个冒险家是很舒服的。就看骑士这波，最好把骑士关外面吧，让不能被拆。哎呦，把2个人都关外面了。坏了，资源力不够了。难受。这波其实不能失误的。泽大这边反应很快啊，被找到了直接开宝。是的，是的。这点位也不太好放龙字。他放龙直接猜平 A， 然后得叫金身击倒。对。那直接拿刀呗。哦，这么快！哎，这个竟然是4分之1血吗？先打的再对，先打的再敲的。本来是很秀的一波操作，对，没有衔接上。打一刀70呗，对吧？送到脸上没理由不打。有个金身还好吧，这波应该。这里想变小，但是脚印还是能看到的。人也露出来了。这不用放龙呀，他1/4血啊！还好，他的博弈弥补了这一点。这波被砸个头真炸了，天！我砸个头也还有兴奋。但是从一个开局秒杀的节奏拖到了2台半啊，我觉得他这波保的也挺成功的。哎，对。紧张了。他这波也是怎么说战术把2阶开，你知道吧？这样院内回复更快是吧？未雨绸缪。对。那很会婉转的。拿的很多。哎，他放了2个围龙啊！哎，怎么好像又把自己给关了吗？这起龙是打一刀就还来。哎呀，要说他没这个2阶，他说实话真没这么多阅历只能守这个椅子，好吧？还真是。是的。你的意思就是有2阶之后就有更多的愿力可以浪费了，是吧？太富裕。冒险唯一刷完，只会差半台电到最后一波的时候，感觉甚至可以3跑。对，还有机会能扛到3跑，因为你看冒险家带了回光返照，扛到刀还真不好说。而且一会儿骑士还可以来保一下。那边的密码机是能量的吧？还是它是新的呀？好像是新的，甚至还36的电。塔雷克那边是新的，那这样挂过来了。但有机会能守。不好守啊，不太好守，距离还有点远。他可以先去干扰一下那边卡斯内口的博弈。好快的手速！哎呦，好秀！然后后面无上救。再刷血线。还在扯。OK。打一刀。强势刷刷换点唯一。对。还要再继续拖。再救。再等一等。想直接一个换点唯一刷够啊！杀不了飞行家。哎呦，他怎么又给自己套里头了？完了，这几个笼子太尴尬了。对，那这样可能要4人开门。密码就要够了。对，实在不行倒地可以强摸嘛。这个可能打了 ，OK 再猜。这个时候要雕个金身，可能就没有开门战了，还不太敢雕。
不能交，这个其实不能交啊，毁了呀。89，已经快压好了。他看到这个队友四散而去，他应该知道是什么原理了呀。啊，又没关到。那现在冒险家可以回头送这一刀，因为手里没愿力了。确实，往一个好前置的地方先走。对，先走到角落呗，三个人都在大门。不是有这里就不出刀了呀，多攒点愿力值再打。打一刀。不过他这波变小走是有什么说法吗？没什么说法，说实话。感觉会走得更慢。这个倒的点挺好的，他挂椅子可能要挂个6秒钟左右，有机会能开。现在反正挂上就开了，但是人能走吗？兜里索应该能走吧？有骑士可以猜进啊。哦，他是想走地窖，有一个可以走地窖的。对。等等，这轮还钻不过去，还得钻不过去，还在门的那个外面。哎，其实这把去找冒险家了，然后会干扰自己原。那个1-3是。好像魔术师。哎，等一下，魔术师这样画成1啊。对。但是现在不知道 P 特带什么啊？底牌挽留闪现。闪现。魔术师。飞轮化险为夷。不太想抓飞行家，但是这边飞行家好像是提前溜走了。是的。掉头继续抓魔术。可以吧？魔术师带化险为夷，可以冲化险为夷。但他也有飞轮，感觉还是很能牵制啊。然后先骗了一手。围着这个圈走。有刀了。哎呦，失误了一下，没钻过去。那没刀了。那这样魔术棒能续出来。哇，好亏啊！但是能跟上来。能拿一刀。第一刀有了。那应该也是对闪现击倒的一个节奏吧，看能不能省个闪现。还有一个飞轮，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围龙给拖过去吧。翻过来能拆掉吗？直接交闪。是的。这个这么狭小的角度他都敢闪，他不怕闪过去钻墙了？不怕闪到这集装箱。职业选手的自信。对啊，就他也不怕闪不过去。闪过去钻围龙了，那不炸了？闪过去钻围龙，也有很会安排呀，有点意思。不过也溜了接近3台了。是的，这波压血之后，然后倒到倒走吧，这还得倒队友化险为夷的位置。但是如果是飞行加注的话，不一定能。可以让这波可以让魔术师他自己去开大门店。他要没化险为夷。是的。对。这样不太能牵制，只有一个飞轮。飞轮也躲掉了 ，OP 的。不好。那这样确实没化险为夷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了。对，然后放个牢笼直接挂上。拉不走一场。是的，这样的话3跑面就在降低了，基本上看不到什么3跑面。对的，而且你看，因为古董商过来想 OB 一波的缘故，电机也相当于停滞了。这波救完之后，守墓人和那边的飞行家打个状态，然后魔术师往大房那边去带。打2刀吗？那这样的话，守墓人就无伤了。想扛刀，想陪跑。对，大家都过来拆龙了。打个谁啊？对吧？对。随便先打个谁。电击的话好像不是很急。哎呦，这个扫视没打出来，打断了。没关系，对于皮特来讲，他现在可以接受。是，主要是没有人修电，电击是停滞的。慢慢追呗，能追到古董最好，追不到的话就看能不能打对了。实在不行，我等30秒钟时间把闪现拖出来也可以。对，但那样的话就比较偏平。然后2个人终于分开了。这个能猜出去吗？这个龙放的不太好。8字没做好。这波知道 OK 可以。但是愿力不够啊，古董商在这边可以给压力。但密码界不够。直接签吗？骗了一手。古董得上来了，古董必须得上来了。那得把这古董商杀了呀！不是75的机子啦。建议闪现空了，完了！还有一个，还有点字，不能切，完了。OK，放下来了，摸头。怎么不摸？挂上吗？那走呗。
手速比 Peter 要慢一点。那没关系。这样的话，起码是保平面有了，因为开门战没技能。是的，Peter 没有第一时间切成传送啊。是。那他这个底牌可能会慢一点。对，还要再读秒。这样子可以直接开掉。看一下，不着急，守墓人压着几次，不着急。想骗一手。那 Peter 的话就继续拖呗。就等啊，等愿力值吧。然后，哎，你看直接亮。这直接开了吗？秒掉啊，放下场。Peter 没压死，没打到。他的扣把直接压开了。先打出来吧，因为那边大黄就是地窖，赶紧打开，不能让他走大地窖。反正他只需要保平就行了。基本上是保平了。应该地窖很难走吧？走不了。给到，没办法。精彩，一个5比3，拿到一个5比3啊！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可以了。索拉前个80秒 ，Peter 还是选项，看他怎么选吧。他其实抓直接往终点方向单挑，Sola，还是想围着这边的3连电去打。对。哎呦，上球上的有点快，上一个球上的很快。哎，第二个球没上到，还好没上到。那这个枪就尽快能赶紧让他开掉就赶紧开掉吧。对，再用移形贴近身位就行。对，越早飞出来枪越好，硬吃他的枪。一个慢翻，来球躲掉。哎呦！不仅说是卡到狩猎本能，然后还把这个空军的枪给躲掉了。对，那前面这里有一刀了，很快。是。再等快了，这波搜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啊，感觉是。这把枪招都有点着急。哎呦，这边还抽到一个球。对，抽到一个。感觉这个移形，我觉得也可以教一个慢翻不爆点，可以稍微拉点身位。这里倒是没必要教移形，慢慢跟就好。哇，很帅。对。有飞轮，贴飞轮 ，OK， 骗的非常好。那送但是上，哎呦，差点。哎呦，歪了一点。不过还有一段，这段打倒了，两个舞台重叠了。可以的，而且移形还省下来，可以打一波手势拦截。这波可能不太好打了。大副这边也没有打算提前贴，是让这边 Money 卡过来。但这样的话，密码机速度就会更慢。对，并且还看到了，他可以在外侧有没有机会拦一刀 ？Money 要交。哎。往回走，然后那边的大副过来就对大副再过来，但这样密码机就更慢。哎，是的，更慢了。对，而且因为你往回走，思路太明显了，Peter就知道外面一定有人来救了。你哪怕假装往这边走呢，没错，反正一时之间也拿不到刀。先拿一刀状态，还有双球，那可以真双倒，有移形。哇，就差一个白球。对，差一个白球。想想，压迫力给的太足了。没想跟这样就可以。隔窗球，就差一个红。倒了。谢幕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边的3连电得赶紧破掉。那边飞行家再开了，那台30多的应该就是那台飞行家。Peter 挂上了之后，它的辐射范围会很广。看到一个弹幕 ，IGL 所有队伍禁止选空军。他们这枪时机真的确实是比较细，不太对劲感觉。你看刚才那么明显的一个地方能躲，就一般就不会交。对啊。一波飞上来，但是密码机的话，也就因为耳鸣卡的比较近，对，不太敢压出去。对，而且空军也能过。这边 SA 的战术执行非常好，让莫内过来卡，然后幸运儿赶紧去破那台3战电，把连电破掉。突然偷冲下来，就像他一刀飞可以，能拖。飞轮，但飞行家的天赋也暴露了，飞轮搏命。看这边空军还能溜多久？最后台密码机，好像还有前几说法，因为他飞轮好，看能不能规避一下。对，这边双击惊喜。想上2个球，但是只上了1个。那还是能牵制啊，还有机会能牵制。主球，飞轮，哎呦，但这边是先选择转一个转盘，是的，导致飞轮时机误判。Peter 对预判飞轮这个东西拿捏的程度很好。对。看幸运儿这一局真是勤勤恳恳呀！前局还要破电，还能守，你看他直接一个空中飞人就越过来了。对，这边定到了娃娃的位置，再利用一个木马加一下自己的一个距离。对，这个轻跳吧，这个娃娃电的好像有这个贴门。是。爆点。回板爆点，但是脸上是 Money。
对，还是抓一下鬼版的星源吧，因为毕竟莫内这边还有悬停。对。另外，终点一侧也在开心机了。是的。哎，一个护腕，但是并没有怎么拉开距离。因为被反绕到了。是的。再上一颗球，看这波 P 的还能不能再预判到飞轮。哎呀，又预判到了，不过这招好像不打。对的。还是没拿到。但这个星源已经牵制很棒了。已经很棒了，毕竟这是2级全消。对。空中飞人有点续不太上，但是双击起好了，还差红球，拿过来击倒。倒了，没办法。那边电机在修，那这样要换位来救了。哎，是的。塔拉克过来，猫呢已经接手到密码机了。不过好消息是救得好的话是有平面的。对。而且大副也不太容易失误。飞人一段，可以直接移形去管机子了。想直接移形管吗？是想走过去管，然后再用移形去回来管回板吗？皮特这边是，你看给莫内吓的。哎，对他应该是想走过去逼迫一下，然后再用移形过来管回板。对，但这边已经提前拉走了。但其实有点不太好控得住，因为这个版本身上它只有2段空中飞人。对，再让大副的道具没消耗掉，其实这把还是偏平。这样的话偏平。这熟练度有点高啊。他会记忆这些点。是的。先把这个飞行器骗出来，喷气背包。没打出球，上一个球。哎呦，好飞轮，飞轮非常秀的。那最后这个位置能卡住吗？能卡住吗？卡不住，没办法。卡不住，没办法。但可以了。对，因为他是倒在帐篷这个地方，没有办法移形在手电了，只能打一波地下室手移。地下室的话拦不到大副，但是能让大副和这个病家有一个人出不来。我直接开吧，因为他这边没有带回光返照。对，不如直接点，直接亮。可能还是个3抓局。对，看这边的大副7点一个，中点一个，2人1点1个门。大副手里有怀表，不太容易被秒，基本上保留一个。等一下，幸运儿是打算要救人吗？但是这边是有挽留的喧嚣啊，击倒大副之后再回去管，因为他有移形，可能要救的话可能会打4抓。哇！对啊，这样子哇！那幸运儿也没第一时间。幸运儿现在很尴尬，这个位置。开门。对他现在又得回去点门。还好，这个移形交了，那移形交了应该就是没办法了。没办法，3抓，那就3抓了。里面管不到，应该他也不太敢不交，对，他可能有点怕吧，对他有点怕。先挂移形的话，就有可能4抓。对，可以了。还好，我觉得皮特这次打的稳多了，就是我先保一个3抓，先不急着弹4抓。而且本身 Zeta 他就有比分优势啊。对，拿个3抓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如果求生者保平，那真的结束了。好，这边 Ganky 也直接走了，完成一个3抓。下半回合 Zeta 求生者只需要保平即。他说：“哎，一条今天的造型也太好，比较好针对酷小丑。那就好了，平局就赢了呀。飞轮和幻显唯挺强的，不用带那个出光返照。对。好，14人正在往囚徒的方向飘荡，囚徒的电应该是连了桥上。想蹲，蹲不了。这蹲不住的，直接传过去，直接开追。管他可以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那边只要囚徒这波他做到什么，就是只要让他不要踩这根线就行。对，我可以被你追，但是我不能让你踩我的线。是的，把这个加速拖过去。但是这边好像要被逼电，要交电。交完电之后，这个位置还是要持刀。有机会要走地刀啊。对，还是要持刀，没办法。点位太差了，对，点位不太好。那但是往鬼屋转的话，有个问题呢，就是那边有一个队友可能会给逃骗。对，但是这个距离应该不太够了，应该他等着直接继承兜里走了一会儿。等一下，张狂好了，然后在上面等。闪现好了，要不要？翻下去吗？翻过去了。OK。打断了这边的。哎呦，这边想传。对，但是有5秒止歌呀。干什么？这个闪，他没有发现自己原来有5秒止歌吗？不过还是要倒。出刀急了，这把可能要被牵制起来了。对，没闪没逃骗，要再等1轮了。除非他现在硬吃2个吼。我感觉有点想当然了，他就觉得说是古董商那边已经被逼走了，没有考虑到已经被打止歌了。已经吃了1个吼了，有机会。难。
难，没看到。等一下，反绕谁呢？这是反绕谁？哎呦，不好搞，看这个伊斯人的吼能不能下到吧？哎，还好下到了，应该有刀，那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但你看飞轮已经好70秒，闪现已经好50秒了。是的，哎，是的。而且你看那边的电机已经要被破完了，对，终点的一台连电破完了，然后起点这边连电鬼屋也能破一台。对，这挂椅子还蹭了会儿钱了。对，各种方面都会一直在亏啊。下来之后飞轮能好，还是有2次牵制机会的。啊，不是，是那个电能好，有2次牵制机会。电能好，对，电能好。这波有没有机会拿到一个手椅上的？哦，那接下来飞轮规避一下这个侵蚀度，确保不闯岛。可以，飞轮规避。这边有2阶，但是技术 CD 还没有好。对，但是他只要保证侵蚀度别掉就好。一会儿肯定是必的。等一个那个，等一等就可以了，等一等就可以了。垫一下，拉个距离。想要等花小鱼坐车。应该是能这么多人，那这个做了就赚了，因为可以拖时间。这么多人，坏了！哎，安江也来了。Hello， 这不是我们嘉宾解说吗？等一下，怎么不会说是？哇哦！给到刀带走了。安将怎么说这一局？感觉能平吗？说实话，我觉得现在平了。平了吗？对，平了可就结束了。你的好兄弟就要下班了。没事，因为我也要上班。各怀鬼胎是吧？但是这打个针对，我感觉差不多。但多抓的面有点渺茫，现在。这波他又可以刷个换血。别扯了，无伤。这刀谁都没拿到。还有飞轮。哎呦，想龟头盖板，但是被尤利识破了。要找一下卡特内寇的古董商吗？好像是。人飘荡过去，再给哈梅斯给一个寄生。减员是能减，真的要操作，真的要操作。但是开门战还是难打。哎，他已经把喷给先交掉了。本体把本体下给交过了。想等技术 CD 好了寄速一下。这边他是有飞轮啊，是可以规避那个侵入叠满。闪现出来。那可以。但是密码机够了呀。他太稳了，但是我也觉得他好稳啊。这样闪现交了的话，开门战没有击倒说法的呀。稳归稳，还是要平的。而且他这个开门战没布置啊。医生都没出门，而且没闪了手里。对。这局的话，求生者只要别给太大的机会，应该就至少是平。很难给机会，这边2阶还有3条才能好。卡兹内寇还能控。还能控，对他起码现在伊斯人和本体占到2个门了，但是突然流了，挽留会先结束啊，传过来突然针对卡兹内寇，但是2阶没好呀，没办法杀不了，那伊斯人跟本体都到一起了，这把节奏很炸了，对，再做个滑梯，哦呦，假装蹲一下，我觉得他现在得赶紧控伊斯人去守起点门才对，得去守门了，但他要这样的话，估计就是没想着管门了，想留一个保平了。但是保平他就输了呀，就输了呀，保平输了，还不关门啊？没已经点到了，刚点。这边卡特内寇应该是溜不动了，没有办法规避这个。哦，这边预判了他在看后面，96，能神来之笔。这甚至要3跑了感觉。哦，躲掉了。 OK， 那还可以，那还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保住了这个平局，也是要恭喜 Zeta 拿到了本场比赛胜利2-0获得胜利，带走对手。不错。安将，你下一把搭档是谁？了解的很多了，真的比我了解更多了。呀，这边也是看到了有一个小特，我可以追。第一
把我们就不开盘了，是把伊森调出来，这个街市怎么走？走1楼，1楼直接撞到脸上，而且娃娃也还没伸出来，知道还没接喷一口，现在长满70度，而且你们大盆地感觉要给刀了，没有拉距离的能力。对，感觉前面这个就要给刀了，真要给刀了。对的，街师你碰到艾维这种监管的话，确实压力太大了。OK， 先生娃那打娃娃，这刀给到娃娃还可以拉远针距。但对结果来讲完全不亏，他可以趁这个时间先去干扰你队友。对，等下第2波再继承你，再收回来，不收，那他应该就是想看看能不能侵蚀度叠满，先拿一刀了。他要边本体追边用伊森干扰嘛？但刚刚其实可以直接早点收回来，这样的话大副也不太好修的。收回来的话，他本体要停，他这样本体可以不停啊？船？哎，这样落地。要动调香，想抓调香太难了吧？难吧，真难吧？掉香水了。抓调香是主要是容易被秀啊。对啊。哦，这个机械不要了吗？感觉可以硬追的。真可以硬追啊？为什么不要呢？闪现开还行，刚好像是最后1秒，说明也没有交出来。这样的话，调师好像要被秒这个位置。还有一个切传送跟技术落地，然后直接看看寄生喷，对的，秒了，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借势娃娃也损失半个。我就不开盘了吧，你们搞，你们去一文直播间搞。机械本体在修，娃娃没修，应该修到差不多，然后把娃娃放出来，本体再去修下一台。抹尸救人，其实这个密码机的话还行，没有那么少。对，48刚喷断了，但现在的话直接救下来，想打这边一个2刀。对，开到抹尸开2阶，现在调上的话也很难26。那这样的话，接是他修机变慢了，对后面的一个进度可能会跟不上。但调香师手里还有一个飞轮，他如果走直线是能够稳定出圈的。对，有机会。看这里能不能找一个飞轮。漂亮，飞轮出圈58可以，但是他不能回头，不能被打断。哎呦，可惜还是极限的一个距离，隔双刀。你看杰斯到后期，他现在的话修机有点慢，他只能靠娃娃去修。然后杰斯的密码机才刚收到一半，收到77，哎，他本体修77，娃娃还没放出来。是的。很怪的打法，他可能是想把娃娃留在手上去修第5台吧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这个进度太慢了。对。买个针对，但是扛到刀了。倒也不用打针对，因为2阶也在，而且寄宿这边大副之后，调香师身上也会有侵蚀度。确实。对，在一个2阶落地稳定击倒了，只要喷能喷中，完全不着急啊。对，完全不着急的。机械师这样修的话，机子会上很多。那现在还差最后一整台，闪现刚刚好，已经减员了，而且外面有2个半状态，是的，这个节奏会衔接比较快。而且最后2台密码机都在大船，主要就算他现在没有，而且手上还有个闪啊，只要找到半状态的人，应该就是可以终结的。对，最好找木偶，其次是大副。想动阶石也可以，这边还骗了一下，因为他是身上没有2阶管。伊森可以去找机子，然后本体看能不能开刀了。对，要闪开，然后60侵蚀度以上可以深追一手阶石。对，3个都是残状态，这局其实哈萨的赢面还是比较大的，起码有40%的3抓率。对，如果你敢硬修的话，我这边伊森2阶是有的。对，所以这边只能卡高低差，但高低差 OK， 把2阶躲掉了。还可以，是的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波哈萨没有必要那么急着去记。对，他发现大副不修的话，就可以一直跟着他，让他这样的话大副挂机，然后本体给机械师压力，机械师一旦给到失误，那直接平地击倒的话，这把就炸了。对，其实给压力就是你手上有这个传送威慑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现在还得打来回寄宿，寄宿完之后再把伊森拉回来，然后放出来之后本体再传过去。但这样打的话会有时间差。他还得把船下这个人赶走。
嗯，你这边有2台，另一边进逃骗了，所以这边被骗船了。应该是还想要再传送，通过2阶偷袭一下。但大船这个大副其实不太好杀。哎，他为什么每次都要把这个逃骗2阶留到一个高地叉上面去？对啊，那这个高地叉很躲掉啊，好怪啊。感觉这样的话2阶的利用率不高，但是大副给打出来，对，那这样的话可以了。求生者还是挺炸的，因为外围机械师首先修不动，其次是这边木偶师也不好救人。大副这个失误很大。对，都是半状态的话，应该已经偏向于一个死局了。现在的话基本上是一个稳3争4的局了。对，你看密码机也慢，然后状态人也救不了。但好在说机械师有娃娃，娃娃那个位置必须得处理。艾维现在要去处理娃娃，然后再回来。但是身上这个2阶的轻视传送 CD 好了，传送落地。是的。哎呦，还传错了。这样的话好像是给到一个救人的机会啊。对，无伤救了，那很亏了呀。还有，那这样的话，先打娃娃吧，还是能够拉扯的。对。现在你的核心问题还是状态没补上的时候，那这样的话，伊森必须得去找大副，因为不能让大副跟机械师把状态打起来。对啊，他这里的话没有必要着急去管传向。本体慢慢走过去就好了，他可能有点怕了。但求生者这边也没敢摸。现在想起来，哈莎要去找摸的人，求生者没摸的话，对于哈莎来讲节奏其实挺不错的。其实还是一个监管的节奏，而且闪现这里已经拖好了。对，只要后续没有什么大的失误，应该是还是能争多抓的。对，这个位置还不是2阶传送，那2阶可以留给下一个人，这个人给他闪现吃就好了。怎么说？现在手上闪现跟2阶都好了，不过大副摸到一个球。看一下这边吃满，莫师给刀，还是很难受，因为都直接挂在一个大门的一个地上侍卫。这样也可以，这样打也可以，但是大副说这个球，大副有球啊，他跟我们有信息差，他不知道大副有球，现在知道了，还要追吗？还要追，那这样的话是打自己了，打自己的一个绝处逢生。我觉得要么就寄机械师回来，再把这个机械师给处理掉吧。但这样的想法应该是要去对这个大副动刀了。哇！闪现，大副好球，躲掉闪，前面能进板。虚刀，哎呦，卡魔了，那进不了板，有点可惜，很尴尬。大副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挂，因为另外2个人都离得很远，超级远。等一波2阶，不着急，你敢修我就直接寄速了。很尴尬，那机械师选择修交一个飞轮，但是还是直到60那这波还是要倒地，没办法，牵制不了。喷回来击倒，那这把就是一个稳3争4的局了，大概率4抓，因为莫斯点位是很明确的。等莫斯过去的时候，我这边已经伊森赶过来了。对，确定那边救下来再挂就可以了。然后等挂上这个机械师，就等于机械师淘汰。是的。现在我肯定是优先处理你这个木偶师嘛，因为大副是挂飞，而且木偶师的话应该是已经没有自起了。对，然后现在传过去，主要是手里没闪现，碰到一口59，伊森再去另一边控大副。对的。他现在的话就完全不着急了，可以慢条斯理了。对的。把思路理清，看看哪里有地窖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4抓稳稳拿到手。这把真的要复盘的话，还是之前那个大副那个摇表吃刀太亏了。本来按照道理来讲，所有人都应该能撑得住的。而机械师的话，他确实密码机修的有点慢了。没办法，没有发挥出这种速修的效果。对，他留着半稿啊，自己是本体顶着低 buff 在修的。把这个人一击倒，那现在你的木偶师也很尴尬，不救人的话，自己也跑不掉，救人的话好像也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没选择下去。收回来之后，本体再传大船那个。本体可以直接去大船逃骗。对，然后把这边的木偶师架住。木偶师下面还能吃到逃骗的侵蚀度，40。哈莎做到了，对的，哈莎做到了。做到了。4抓，稳定的4抓应该是。这把肯定没有什么变数了嘛。对，因为木偶师已经没自愈了。对，你要想再去走一个的话，你得去牵制到这个大副留美，感觉太难了。而且还有闪现马上好了，真的很难做到。这边等他路易结束，然后闪现击倒就可以了。是的，直接闪现，
大副你只能交自起啊，因对，为你必须造自己，你不起来的话就很难打。莫尔斯没有自起，传过来把大而副且传送落挂。地，大副也没想起，那这样的话就稳定四抓。其实也不用挂，说实话，他只要在这边一直守着大副就行。对，另一边没地窖嘛，地窖在海边那块儿很远。OK， 找到末师，能摇下来吗？好像有机会。有 OK， 可以，那也可以。摇下来也没有用啊，那边莫尔斯的位置是确定的。对他还是可以走地追大副，然后等下先去把莫尔斯给处理了，再去。你别看现在闪现还有107秒，现在闪现107秒，莫尔斯是绝对淘汰不了的。等下一个闪来都来得及。莫尔斯这个淘汰金条起码还要在地上趴2分钟的。伊森收回了2阶，处理掉击倒，然后这个时候伊森再去找莫尔斯，只要找到莫尔斯，也这边能挂。对他先去挂莫尔斯就不会有机会了，因为莫尔斯在地窖附近嘛。对，大副虽然有自起的话，但是大副起不来，时间上是完全来不及的。OK， 等到这边挂上就结束了。这大副的话虽然有自起，但是伊森在脸上跟着，你跑不了。第56、58，你不能回头，哈莎架住就可以了，因为地窖在很远的遥远的彼岸。对角线嘛，基本上是一个对角线的距离。一刀带走，拿下一个4抓，非常漂亮，哈莎。下一个回合，这个调香师可是。大家就可以选的是会，我们这里马上截止投票喽，各位。如果要投票的话，得要再快一点喽。5、4、3、2、1 ，OK， 截止投票。看他第一个笼子怎么放吧。这里模式应该要不让他进板，对。把板子给封起来，交一个魔术棒，但没有选择钻，骗手还是吃到了。第二个笼子起来，这个位置很那要被秒啊！哇，很危险。但是距离还是拉不开，被秒了，没办法。哇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？说实话，感觉这样的节奏还卡到遗产，真能跑一个吗？我看还是有机会的，有点难。难归难，还是有机会啊。还好是他通的守墓嘛，这样的话调香师贴进来救。不过已经看到调香师的位置了，钻个笼子过来也不敢掏，一片香水再拆笼，再放一个笼子想打针对，哎呀被掏了。那这样算无伤？2个笼子无伤救人，血炸呀！好亏啊！是的，说实话，感觉他都不如不放笼子。所以想过板拿一刀魔术，但是没关系，还能再扛一刀。这样的话，等击倒魔术师手里开2阶，愿力。我觉得他用这个笼子把魔师的走位给封起来就好了。对，先把左边或者右边那块板子给它封起来就好了呀。对。再骗，还是拿到刀了。娱乐哈数好稳啊，真的。2分钟2阶，密码期现在2台半完全不够。而且守墓人来救人的话，说实话，有点救不下来。我讲只需要里外各一个笼子，不那个守墓人就救不了了。对，有点难的。哎，还被看到了。在外面先关一个笼子，把守墓人给打出来，但是这个笼子失误了，把自己关到里面来了。是的，但守墓人也失误了，他没有选择拆笼。2边都来回 ，OK。那这样可能救不下来，说实话，有可能救不下来。有点悬。极限，搏一下震慑。很极限。哎呦！救筛很漂亮。漂亮。算是救筛还扛了刀了。 2波救人的话，都是求生者略胜一筹啊。
哇，自己这个飞轮，但是没有躲掉这刀，那还是要被减员了。不过，因为你开出2个快点位移，这个密码机差的也不多了。平面还是比较广的。那我觉得监管的话，现在也是有一个争分的一个机会。他能不能去秒掉第2个人了？毕竟手上愿力很多嘛。下一波目标是调香师，但调香师之前他那个反应真的很快，感觉不太能够作为一个花束的第2手。他有2瓶香水，应该压力不大。这里撑一撑，队友已经在洗了。看一下，钻笼子，2个笼子叠在一起，放香水再反钻，这样的话跛脚羊它不好跟。对。哎呦，来到另一边，那这2个笼子都失误了，手上有个飞轮，哎呦，还是被打。差一点，对，差一点，飞轮飞早了。就他反应很快，但是没想到跛脚羊出刀晚了。对。这样暂时往脸上去凑，骗一刀，还是倒地了。选择让守墓人贴过来，也可以。因为木偶师太远。对，27差不多够了。那如果说现在这个局势的话，我觉得跛脚羊还是有机会去多的呀，因为你是一个半状态来救人，离门都比较远。对，而且我还有底牌，这开门战还真不好去稳走。哎呦，但这个人没有被拦下来，倒地开。就这样看的话，商人走一个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，很高很高，现在走机会很高。他们可以考虑一个人去硬点门，另外一个人去送给监管，强行去卡。所以想让木偶师点门调试，我觉得可以站出来给这个耳鸣，但是监管有点耐不住，直接踢了。那这个木偶师还是难处理的呀。对，木偶师能撑，那卡托也不想救，直接去门口了，就奔着走一个。确实。这个人不救的话，我是稳走1的。直接一个大门一个人，小门一个人就行了。现在跛脚羊的话，他现在往小门赶还是需要时间，愿力这方面也不太够。应该赶不到。熟练度需要很高，但如果这里再有2个笼子的愿力才行，1个笼子都不太够。那么这样最终拿到一个。来吧，看看哈萨先去追谁，直接去找飞行家。OK， 飞行家的话，选择在板区直接开始等了，这个插眼，截止投票喽。哎，这个笼子，这个笼子有点尴尬，尬住了，再补一个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但是飞行家他钻出来了，这个飞行器是什么意思啊？撞到脸上了，好尴尬呀！投怀送抱了，有点。看见笼子，一个8字龙，但是飞行家反应很快。对，但这个距离好像要倒了，还好边上有一堵墙，很高，极限好了。3等喷 OK 躲走非常不错，然后现在但是对开了个1金，左手躲的真的挺不错的呀，再差一点干扰一下这边的密码机，感觉6不9了，马上就要倒了。还是一个8字龙，直接交大喷，悬停回头，有点远啊，这个距离感觉这个但无所谓，他只要能拉近距离就行，因为他还是要倒，对，不需要用笼子就能击倒，对。哇，好飞轮，但是没有用啊！飞轮进不了点。他是一直在回头嘛，视线没有看前面，卡膜卡在里面。对。
这样的话2台半的一个时间，守墓人要来救啊，有风险的。已经贴到椅子面前了，就是看这波能不能创造一个无伤涛的说法。可以直接正面顶开。直接起来那也可以。搏一刀还有点吓人。那这波等到击倒飞行家的时候，开到2阶，手里愿力的速度会非常快。飞行家要拉走大门太遗产机了。他带到了200一窗的密码机，还是干扰啊？对，一直在干扰队友密码机。那这波应该是等着到时候让空军开一枪再保走。最后一台。说话这把还是一个监管比较优的一个节奏。空军这台只有20%的机子。对的。那交一个笼子，再开枪，再拆笼子，拆笼再救。飞行家很难36了。而且这波其实密码机不好修，外面得起新机了。这台后面的机子完全不能点。给到机会了，哈莎现在是有赢面的。他也不着急，先去排一下附近有没有人，把自己的愿力叠满。而且的话，他手上是有底牌的。所以说现在 QD 的一个压力有点太大了。对。一个慢翻出去，没有听到。那现在哈莎有点找不到人。已经满愿力了，这个时候见谁应该都是能秒的。对，空军没道具，只要抓到机会就能秒。他可惜，他如果在小摸插一个眼的话，那这空军就直接完了。有可能是想等着一个底牌切成传送之类的。或者失常嘛。再过来找守墓，守墓也天蹲了。现在的话就有点蠢逛，因为你技能都是冷却好了，但是一个钓鱼把空军给钓出来。回头空军还是没道具，这点位比较难溜啊。也不踩板，交一个八字龙。过来给刀，这空军在另外一侧，这2个龙都废了。第3个笼子，开一刀，愿力吃了很多。这个笼子必须得秒，不然的话，哈莎手里愿力不够了。那这把还是有平面的，说实话，目前看来的话，感觉平面还是挺大的，密码机器差不多。看一下入殓师这边能不能让他赶过来救人。应该是。他选择直接来，对，直接来，直接过来，得停手。哎呦，转过来交一个轮，这里吃一刀，人肯定是能掏的，没有愿力。愿力跟不上，这个时候滋滋可以看能不能。对，但是如果说先能把空军给处理掉的话，好像你这个密码机没有人能碰啊。对，最后一台机子其实差的挺远的。选择是当面踩了个板，不放笼子。再处理入殓，内能自救。而且自救之后，自己的灵柩是在另一边的遗产机旁边的。那感觉现在这个争胜的面没有那么大。这刀可惜。差一点。这笼子熟练度还是挺高的。那又不对了，那你要是双倒的话，这把又要赢。因为如果说可以再起来再救一波。对，只处理了入殓，没有处理掉空军的话，还是有机会的。但是你空军只要一挂上，那你这把赢面就很大。对。空军看面上挂飞，而且技能也好。哇，这个传送也交吗？想4抓，这样逼入殓师反生。对，等于说求你一个，他们一个没自起，一个上挂飞，就看你怎么玩了。对，看哈莎想拖机进度，另一边再点了81，不敢修，知道哈莎过去了。还是哈莎现在想法是要把自己的技能拖出来。还是得处理空军啊，或者处理大门的人啊。大门收到了，两边都要同时给压力。感觉能压好，让空军点小门，是不是还是能平啊？他这个传送交的还有点太激进了。对，太激进了，有点悬。
想偷袭一下，但是距离差一点，再想交一个短龙。入殓师的一个位置在笼子外面，这波有点弄巧成拙。密码机点亮的话，这把离4抓就很远了。对，手里只有一个笼子的余量，不太够。要回去击倒，没关系，没有自起，但是你还得挂，因为脸上有地窖。对，那这样的话保平，那有点功亏一篑呀。对，要看 KD 了。其实这把哈夏他前期的一个拉扯打得都不错。最后那波不交传送就好了，传送留在手上，空军是一个挂飞，开门战怎么样感觉都有机会去多抓。对的，最后还是保平了。那么，歌剧的可，或者说他能不能虚张声势，假装自己有，然后把杂技给赶走。那第一圈我肯定还是要跟你绕的，观察一下你有没有带。那感觉到他绕的话就不能再追了，直接去换追开的。我在这里直接拉到4号机，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难溜的，等下可能要去找空军帮忙了。这拍板交一个回速，但是这个位置有点差，刚好吃一个板子，而且这里还断引了。这祸不单行啊！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气囊，它的一个冷却跟弹射时间都好了，交一个气囊。520并没有上场。哎，他把这个路堵住，但是歌剧从里面来了，这个气囊好像自己还断引了，有点尴尬，有点内鬼。对，你看他这个气囊的位置，你看他自己也弹不了。对，内鬼气囊，那空军得赶紧冲出来接呀！这波有可能空军来不及，他就要倒了。这里来了，可以交闪，怎么说？冲过来接交闪怎么说？可以交，好痛，很准，在科塔米交闪的前一刻把这把枪打到了。是的，那这样科塔米的话被空军断了一波大节奏，这个板子可能还得要清，他选择直接从外面绕路去预判一手，看他的走位，果然给他预判到了。感谢。那如果说看他这波从板子里面再绕回骚机那个方向，科塔米他就有点崩了。只能说这波也是一个好赌啊。挂到大房，然后一个卡一个在跑图，两双手没修，外面只有一双手在修，有点尴尬了。目前那个密码机还是挺多的，看一下大副的这波救人吧。来看过来，其实这波是可以考虑给到火灾一个26的，因为4号机还有一个球。说实话，你是真没有必要去把那个路给封死，留一个口子给自己的话会更加灵活。对。想着说让歌剧再绕一大圈，那没办法，把这个可能性也封死了。他不往4号走，不想干扰队友的一个密码机嘛？那这样你往这个方向转点的话，其实还是挺伤的，没有牵制机会。因为下一波来救人的人其实不太好救了，估计得是要卖了。空军没道具，杂技要来的话又太远，这个人应该是要卖了，或者说把大副摸满，然后再看能打拉扯。距离是有点远的，这边的话歌剧可以直接压出来。对的。现在确实，如果说现在还有还有一个圈的话，那应该密码机是我觉得够的，但是问题是没有搏命。而且人的位置太远，看能不能猜到。应该是卖了打一个平局。对。还在找这个耳鸣很嚣张啊！知道科塔米现在人在后面了，没想着去排，想出去再找，去找谁？去找索特利的空军。没道具现在是最大的突破口了。但这个方向是前面是杂技啊，可他们也不知道，没办法。求生这把机子数量是够了。哇！有赶到大门。那这位置是找到杂技，但是杂技的一个道具是满的，真有机会4吗？我觉得现在看来有点难，得要把杂技秒了才行。多抓相对来讲还是很难。对，感觉像是平的。目前来说，平面的一个机会很大吧？对，看这个闪现感觉得交，但是被躲掉了。哎呦！那就很糟糕了。
这把科塔米有点太着急了。有闪现就有机会，但是闪现哪怕击倒了这边的杂技，外围还有密码就要来补。其实现在密码机已经够了，其实已经够了，差的不多的。多修了一台，而且剩下都是大遗产。稍微摸一摸就开，现在要回去找杂技，但是杂技已经走掉了，完了，2命都没有了。但应该能意识到他往大门走了吧？不找他，只有翻箱子的。麦肯给机会了。感觉大副要直接给一刀。有最后一段，有第3秒，还可以。哇，这刀没中，那还可以啊。还好，堵到了。要是这刀堵不到的话，科塔米就找不到节奏了，真找不到节奏了。极限，但是空军是满状态啊，还是处理不了。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堵杂技点门点的慢，并且能挂地下室，看能不能再秒一个。那只能强挂地下室了吧？这人空军得赶紧贴下来。这把挂进地下室，科塔米就有机会能赢，但是4抓倒是不太可能。密码镜已经压好，空军把人救下来之后，2个人要看看能不能出去。他看能不能打个落一刀，或者拖个传送。对，有点着急，落一刀没打出来。开门战是有传送的，只要这边能把麦克秒了。看麦克能撑多久啊？能秒吗？可惜。哦呦，进板了，而且还断引了。但这边踩完板他应该还是要倒，没道具了。倒完有挂的时间，因为杂技他点门点得很慢。是的。但我觉得他应该会忍不住直接踢吧，还是忍住？还是要挂。可他们肯定是要先保平起步。那问题来了，你交这个踢，你人有可能会被救。传吧，选择直接走过去吗？有机会，门能开。3抓的面是有的，现在在交踢，但空军走进去了，可惜。能保平，能走掉了。这样还是一个6比3的一个前期的争多的一个面比较。神佑肯定是得要抓到人。这边看来，他选择不拉点，往脸上直接进步去躲，想要检测这个邦邦的血统，但邦邦选择不找他。他要预判往小门里面直接钻，还是要找。佣兵是直接来到墓地来修，这里看到古董上了。无所谓啊，前期就当叠雷了，攒雷，给一个5秒雷，再远端2秒钟封一下，工厂走位很尴尬，但是空刀了，直接被打10秒止戈，捂着手休息了，而且飞轮这个时候已经拖好了，对于虫也来了，哇，昆虫也来了，看这个雷准度能不能准？好准，可以。那古董商还是吃了蛮多资源。他这边的话，密码机会慢一点。对，密码机也没怎么修。对，把前面这个位置如果再吃一扎，可能直接吃闪。他要不要把雷扫掉啊？交飞轮也行，那也可以，但这个位置不能。云门不给闪现机会，不能翻的，可以的。回头再给一棍，马上出来了，要看这个遥控雷。下一棍还得补，不补的话就吃一刀。对，直接闪现遥控雷，遥控雷啊！哎呦，刀也空了，这个雷能续上吗？应该是要倒了，没办法。对的，身位太近了。古董商这个牵制中规中矩吧。主要是密码机有点慢。看看佣兵的救援了，来看的话是选择先把密码机修的差不多，估计要考虑压满了。可能对于 FI 来讲，他们这把这个思路就是去保平了。其实就算被3抓了，问题也不是很大，只要不被4就好。觉得选择让佣兵压满就刷一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就是古董还要被炸一下子。5个雷砰，直接炸到板，差不多了，马上要挂飞了。哇，感觉现在这个版本你不卡半，就是人就直接飞了，你发现没有？对啊，就是强迫必须要过来救一波，但是过来救的话，邦邦又有雷。说实话，这个相比于以往的邦邦，确实是有点史诗级加强。他不怕别人卖了。
我还是头一回在比赛上面见到5颗雷的炸弹直接引爆的，基本上大家都会来救一波。不救的话，现在真的问题很大了。5颗雷的话，真的是直接就把人给炸死、炸飞了。对。那现在其实麦肯他手里道具也迟早是会消耗掉的。主要还好吧，主要佣兵也不怕你帮忙，你第2手的一个节奏续上还是有压力的。毕竟推断，他是刚才过半的那个进度条，5颗雷一炸，基本上直接就人就要死了，对，就只留下一个口子。邦邦一直有2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他的小短腿，还有一个问题是他怕卖了保平。对，但现在能解决卖了保平，没办法解决小短腿这个问题。但我觉得这个角色的综合的一个数据上来讲还是不错的，对，他的一个追击手语都还可以。马上要开2阶了，看这波雷。这波连到开2阶，哎，炸到了，而这边有一个秒的机会，昆虫是没有道具的，选择先给一刀。那手上这个遥控是没有飞轮的。2秒雷封走位，有点丢视野了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先用秒雷逼走位，然后遥控雷准备收尾。是的，遥控雷收尾，击倒没问题。但这样的话，密码机还是要最后半台。差不多了，而且又没有夺命。对，化纤维一套出来的话，这样的话开门战就不太容易被秒。让小曹力来救，那应该是把化纤维留到开门战。FL 的撑者想要去争一个3跑的机会，甚至有争3的机会吧？对，想争3。所以他这里处理这个昆虫还处理的比较久。这样的话，最后是选择死追一下昆虫，但昆虫就在掉口，赏这个闪现感觉得交，不能省。因为如果说一旦被3跑的话，就很危险了。佣兵上有一个搏命，但是无所谓，因为他们保平的话，等于说你下一把是必须要去4，对吧？给到 QTD 的一个那个位置的话，你不管。看一下我们进入对局，他这里是直接来到木屋。哎，我这个游戏声音卡住了吗？哦，现在有了。上一个黑球抓勘探员，这一把的勘探员也是带了一个圈啊，感觉这个签的压力有点大。第一个词典已经交出来了，第2个词典还有一会儿，感觉前面有一个秒掉的机会了。我被吸晕，对我也听不到伊文讲话，我不知道是卡麦了还是什么。
喂，一文，你有在讲话吗？对呀对呀。OK， 现在听到，刚才卡麦。OK， 来了。我在这个板区回头一刀秒了，因为勘探员的话没有什么操作空间，只能看这个补完状态的基友手了。但是喧嚣没有那么怕 OB， 对他可以直接怼着 OB 位追。对，如果是前锋的话还好，哇，这边飞轮顶掉，但是2级喧嚣身上是有一个红球的残留，还在打。急救手燃尽了，还在躲，哇，他一直贴墙在躲，对。这里想上这个白球就是上不掉，而且急救手身距还很近，这里人牵不了，怎么办？终于打残的看见已经起来了，很 C， 再砸一板，难道说有机会26起来？不会真的溜吧？急救手还在旁边，还能保的，有点糟糕。他选择先干扰一下墓地，插一个眼。但是这2个人全部举着道具，救手直接选择把皮卡打飞，那空中飞人翻进去，还有第2段的一个双人惊喜和空中飞人。勘探员手上只有一个机枪标记，不对的，哎呦，把自己钻到了一个死角里。对，距离还能拉开，接着还在旁边，哇，真的如影随形。哇，你别说，这把密码机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。对，真能够。这里上有一个磁铁，一直没有拉脱，但是这样的话还。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再打开，他又开缩了，没办法，真没办法。强弹击球，但教授说还能溜。哇，击球的这个走位好灵啊，他一直在躲。跳过来，但是这球还是只有一个黑球，再给一个爆发，选择先把机会可以倒，因为外面勘探员身上的惊吓标记很健康。这里一旦皮肤上换挂，他就彻底上当了，对，需要死追，对的。但是说话这个密码机的一个进度给的压力真的很大，空中飞人转过来，还是通过还可以。哇，那这样看来这个击球手真的有用啊！压满救的话，密码机是有说法的，但是勘探员没有回光返照，是个大问题。先知在脸上，而且挂到了一台遗产机，那这里插眼可以干扰一下。佣兵把击球给点起来，2个人还得去保。先知这边是扛压力，顺便吸点鸟。哇，真的已经是当面在修了，对，给很大的压力了。然后像皮皮查抢手机也没办法，因为他手里底牌还没好，他也还没攒满。这样的话是让佣兵修机，先知过来缩，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注意淘汰进度，救下来之后2个人卡板，学校现在过不去，只能远程进行一个上球。但是哇，压力好大，时间的2边压力都好大，说实话，被打飞，打开可以，3个人打团，局面乱成一锅粥。这个板子没有盖到，想给看人生的可能翻过去了，人好多，人不太够，看不清。说实话，解说也是一片混乱。鸟选择看一眼，这个时候皮卡知道他打不倒勘探员，但是鸟又收了。对，看一下这波双人一起，最后一波机会了，没有给到。这个交互打到的是先知，那这位救手能不能再给一球呢？这球空了，再转完了，没办法，队友倒了，救手的球在 CD， 哎呀，可惜没办法保活。那这样的话，皮皮莎挂上就基本上是稳定的拿下了。鸟好像被红汤给弄收掉了，那这样挂飞就没了，挂飞就没法操作了。勘探员这把这个化险为夷白带了。如果他这把是一个回光返照的话，这把还真有说法。对，像皮皮莎可以逮着。那他留1的话就已经是稳了嘛？有挽留的不着急的。对，留1的话就已经赢了。真就差最后一步，但凡有个人能扛到刚刚那个黑球呢，这样的话勘探员就能活了，翻过去可以直接开的。非常非常不错。皮皮莎也打得很稳。看这波双球，哎呦，想打双球来了，但都是红汤。是的。手里还有空中飞人，看一下这波。这样鸟把手里挡掉，但是第2波也比较难溜了，还有一个飞轮。红汤飞轮消掉，漂亮。但是上球还是很快，感觉这波双击体又要倒了。
逮到了，差不多了。拿到一个把这个平局，点开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这个净胜分的话还能少掉一个，对，能多赚一个，就是对手拿不到净胜嘛。对，就是两边都没有拿到嘛。但现在求生者好像还想争净胜。是的，真争吧，没必要。那对他们来讲，如果说来争的话，有可能会送掉这个净胜分，因为有挽留的喧嚣的，他手里只要下一波抓到节奏，还是能秒。确实是 FL 的一个首胜啊。非常不容易。看一下佣兵差点排得出来，对，佣兵得出来给压力，差点插出来了。佣兵不敢来，那先知得顶上来了。挽留快结束，想要去争这个3跑，把这个净胜先拿到。来了，这边直接杀伤可以双球，还差口红汤。先打残先知，佣兵把人给掏下来，但身上全是球，击球跟佣兵都要受伤，感觉。点位也架住了，可以这个时候。这个位置先打残佣兵，先掏一个鸟，再把鸟打掉，但是走不掉啊。对，而且这个点位也很尴尬，太尴尬了。不会板子。同时反应过来，但是被晃了一下，小六只有自己操作，但是没有道具了，怎么操作呢？最后一步双人惊喜，加点带走，还是平局。想争净胜争不到，很难争。那最终也是 FL 再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但是这手心里的4号机这个位置，感觉好像这手搏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一个点。好了，那么我们截止投票了。来看一下，手追木偶师应该是想变木偶先逼一波。真要深追不太可能。哎，说回来要深追吗，鸡哥？2，前面伊森可以控制，看看能不能喷一下。没错，那这样其实已经都喷到了预判，那这样能不能拿到这一刀？漂亮，漂亮！哇，那木偶师被直接打到一刀的状态很崩啊。对的，上一把 FL 赢了。说实话，他现在道具就等于废掉了，只有1格了。对，只能用1次。而这个时候闪现还没有 CD 好，张狂刚响，感觉下一波的一个替身木偶师这边岌岌可危啊。对，主要是点位也架住，你往左边右边走都要吃到信使度。是的。50、60很危险。直接喷板，哇，这把的木偶师等于是一个纯白板。对。真正的纯白板。太快了。是的。这把节奏太好了，有点过于好。但心里是有化险为夷的，心里在脸上是可以救。可以救归可以救，还是有压力啊。现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大，对于求生者来讲，因为你这个节奏肯定不能接受，而且闪现没有吃。看一下这个救人不能出问题。这波如果给2刀的话，马上就开了，很漂亮，5个无伤救人，而且木偶师还飞人进板了。对，但是木偶师现在身上侵蚀度很危险，还是很危险。是的。喷一口，没办法。但是他很关键嘛，这样的话等于说是晚了一点给2阶。中场还能干扰到咕咚的机子。侵蚀度很多，咕咚上不敢来了。再来的话要给气球刀。但是我感觉下一波救人要不要省一个圈呀？就是让木偶师自己去玩算了。对，因为你一直开搏命的话，你反而让他交不出道具，也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点。但你看现在挂在了陶片脸上，我觉得其实可以不救。我觉得直接让心理再救第2波就行。外面2个人不用动，对吧？心理满状态，而且没搏命。但你看心理上的侵蚀度很危险。他是要起码40、50要过来的。还好，很危险。选择还是让大副去掏。大副救的话还是会有问题。 50没喷到，那还可以。60，有打椅子，那可以。这波是真可以。
鸡哥这波没有想着摊大副一刀，直接过来追木偶师也可以。闪现交还是能打到这一刀，没问题。先给一个终结，并不是无伤拉扯，剩下3台密码机。各位需要注意，并不是无伤，这波是针对刀，因为如果说让木偶师拖过了化险为夷的时间，那么他的路易就能够起码抵掉1次2阶落地。对，密码机其实差的不多，而且闪现也交过了。其实开门战是可以平的。看一下鸡哥这边有没有一个拉扯的说法了。看一下最后一台密码机在哪。喷一口大副显得强亮。放出来要强亮的话，交表强亮，他好稳。80、90、100。是吧？但这边他自己要倒，但是没关系，另边密码机已经压好了呀。对，直接亮了。哇，那感觉这个开门战好像艾维出事儿了，他这个伊斯人根本离门太远了，而且大副第2块表能续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3跑的面在这里啊。对的，是有的。阿豆和酿都选择了不点门，因为那边是一个古董商，他觉得门点不完。那算卡住。对，那得拖挽牛了。哎，如果贴门的人不是一个古董商，这个门是能点完的。对，这把就有机会能够多跑了。可惜是个古董商。第4收回来，那本体也要去占另边。2秒大副这边99，这个表要不要提前摇？我觉得可以提前摇，然后盖板，然后回头蹭清晰度。选择去博弈，但是被抽刀了，有点慢了。那这波其实就很亏。那好像还是一个平，跟另外一边的门已经开的差不多了。对的，赶过去也来不及，鸡哥就想控这个保平了。主要是你2阶交掉之后，求者这边就没有太多的一个心理压力了，他就知道我这边是可以去点。对，那其实这样看的话也可以了。20个门票，走吧。OK， 这个位置肯定是直接来中场找一下杰斯。看杰斯这个拉点方向也刚好被逮到一个笼子，非常精准。开局15秒钟，一刀已经有了。老铁，好快啊！机械师怎么溜跛脚羊？求教程啊！这边第2个笼子好了。看这是娃娃，这波得要看娃娃了。这个板子有博弈空间，但是直接过板刀。娃娃还烂在手里了。娃娃是在中场，他没有选择扛刀，他在中场修机去了。对呀，这样的话开局40秒的一个上挂节奏，而且技能都没有好。这样开局8个人觉得监管能直接赢。有一说一，这个机械师溜跛脚羊还是有点太超纲了。对，没办法打呀，真没办法打。然后放一个笼子骗出木偶师的路易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震慑机会，能打手针对吗？看木偶师第2段路易交不了，因为有化险为夷的存在。那这样的话再给一个笼子，其实预测一个出刀，但是他提前蓄力刀。虽然说预测那个相持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，只对其实自己有争议。对，而且还给了一刀，把2阶开起来，看似扛了一刀，实则是在开2阶。对，开2阶之后愿力拿的更多了。一个反钻龙，杰斯这个位置很难溜，选择去进出刀拖时间。然后卡基利被封禁之后，等下一个笼子。愿力不太够啊，愿力不太够。说实话，这个密码机已经是彻底烂掉了。对，基本上没什么人修。其实直接扛到死，杰斯要边溜边修，选择一手换挂，但杰斯还是逃不开卡克利这个攻击范围内的。而且这手通缉精确无误的继续锁定杰斯的位置。抱歉，一个15米的笼子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先让你跑30米，再用我15米的笼子直接过来秒杀。而且娃娃还在脸上。没错，把娃娃打掉之后还能挂进地下室。就约等于借势已经淘汰了。说实话，都不太用先处理这个娃娃，直接把也可以。你这个熟练度太高了呀！真牛吧？在当前版本，他把这个角色的上限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。2个笼子把娃娃给圈住，这边的话假装钻过去，再突然出其不意把娃娃给清掉，还能再钻回来进行一个手椅。这个人大概率是不救了，得卖了，没办法。得卖了。但是外面这个木偶师
被通缉了也要进步走吗？你这家伙！即使身边都是绝望，还要在。哇，这是什么笼子？直接踢到脸上，刀已经对在嘴里了。第二波节奏无缝衔接啊！那只能让远端的魔术来救了。但是这个密码机谁来修呢？而且卡 K 里手里还留着闪现，下一波节奏又谁来扛？这个时候破坏加速刚出，那么卡 K 里的话也是通过耳鸣排到了魔术的位置。这个人他有点不好救了。先是给一个0.5的一个伤害，这边一个跃龙有没有？没有。跃龙小龙，那得再补一个笼子，看看后面的笼子怎么补。他这样应该是截刀也可以，对，也可以。有闪现，没有办法，要木偶去挡。骗的可以啊，真可以啊。对，但是你这个路易一旦交，我就不需要再放笼子了。而且最重要是奈利斯这样的话也牵制不了，闪现还是修出来。真的没办法打。那这样木偶师上到一个2挂，场上这个密码机的进度可以说是死局啊！再一个非常精准的笼子锁到魔术的位置，有魔术棒直接被预判。我的天，还能秀吗？卡 K 里2龙过来，一个荣誉公民把人给掏下来，有盾，挡下1刀。但是木偶师已经是他的生命已经如风中残烛啊，摇摇欲坠啊！这边手上有个闪现，完成一波收割。现在密码机还差1台半。看卡利的比赛简直是在看他一个人的表演啊！骑士加上魔术师道具都不太够，只剩下最后一个打不了，是的，打不了。把人给挂上之后，这边2个人分散开来，但是谁敢碰密码机呢？没有人啊！又是一个双龙贴到脸上，啊，他也不敢打了，没办法，最后一个魔术棒。在这个位置要溜的话，也只能苟延残喘。又被精准制倒，而且骑士的位置也已经暴露，再一个秒龙，双连龙，哇！他开始炫起来了，哇！他开始秀起来了，真帅吧？不愧游龙啊，全场游龙，说实话，打职业如同喝水，这抓人像炸鱼一样。太狠了，那么也是非常干脆利落拿下一个4抓，数据上也是拉满。的话，其实面对前锋的 OB， 其压力有没有？因为我这张图的话，肯定是把失误了。哎，但他这边选的不往记者那边找，而是直接来到木偶，但木偶是个前锋啊！哇，好有想法。这里是想要直接动Oyaki 的前锋直接选择拉球进到小门板区，因为他携带了一手风窗。哎，但有点断影。哇，他抽刀也可以。假装断影，装傻，值得抽你刀。OK。这波示敌以弱。OK。还有这种战术吗？看一下这个位置是没有飞轮的前锋了，不好打，真有压力的。球已经拉完了，而这个时候闪现在手上，又可以直接交闪，一刀收走，因为前锋这把没有飞轮嘛。而且你还有一个下板僵持。那这样吞掉一个搏命的话，不过还好气象是有一个圈。对，而且气象也提早过来 ，Felix 很早就已经在过来了。是的，还好吧。很求稳啊，真的很求稳。林强锋冲到椅子面前，应该是吃一刀正身把人救下来。是的。这样的话，再拿一刀。那前锋这把应该是没有什么溜的空间了，感觉还是对于球队来讲得保稳去打。对。挂大房外面，不给他去进大房的一个机会。
那现在就看撑者机子能不能赶紧抢，这波是撑者机子的修的最好的时间。是的，等到前锋挂飞之后，密码机就不太能修了。看一下阿凯这个位置，这个人还要救，但是这个淘汰技能有点极限，得交救人瓦。肯定得交。这波的话要打一个针对了，先打到记者身上。哦，打到记者可以。要扛吗？但密码机差的有点多呀。对，差一整排。还要打记者，哇，这个马没放出来，血亏。再放个卡板吧，把板子卡住就可以了，尽力了，燃尽了。必换挂。看前锋能不能拉走，板子是一定要清掉的。前锋还在蹲，蹲到前面那个位置后面。不找了吗？能找到吗？如果说选择换挂的话，还是太亏了呀。对，很亏的。哎呦，真的找不到了吗？还想动，但前锋选择主动6，那这个位置太短了，这个短板很有压力。看一下囚徒的位置太远了，脸上是一个气象，对，没有。他应该还能再蹲一蹲，他是自己出来的。是的，他选择下勾板，可能是感觉自己被看到了。现在还差最后20，那赶过去应该能压好吗？那这次没敢修，因为双弹飞轮没魂光反照，压不了这台机子。蹲下来让内利斯看看能不能外面给他强亮。是的，先把这个点给他点掉。对，格局打得很丝滑，思路也很好。拍角落，耳鸣，很神秘呀。不过这个耳鸣全都突。他这把是没有底牌的，这把密码机差的也没有那么多，对穷者来讲还是有说法。对，看到2张囚徒了，这位是一个电，但这个窗户不太敢翻。哎呦，还得吃这一刀，选到飞轮，但是被过板了，那囚徒可能会被秒掉啊，要死一铲了。对，而且囚徒是没有魂光返照的。是的，这个闪现可能可以直接交，哇，被砸了，哇，盖得好。他有点想贪，他想过板刀，还没过呢就吃砸了，有点痛的。这里我觉得可以不省这个闪，因为他这边遗产机太大了，把一挂这个密码机外面博面2个人都交过的一个情况下，他的胜算是很大的。但你看看 ，G D 他真的很自信，他知道自己不交闪也能击倒。就留一个闪打开门战嘛。对，这样的话下一机子点亮，一瞬间直接秒。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排的真准吧？直接锁到了七阳的位置，而七阳只有最后一个道具了，这个人可能不好救啊。哇，这个秒闪，基本上是救不下来了。可以直接把七阳给抓死了。对的，这个位置好像记者要赶很久。语速直接秒，我把人挂上，然后我再赶回去，你人都救不下来的。真的，这个心理预判太准了吧？这把要出问题了，说实话。又要多抓了。主要是气象等于说没有人能去救了，2个位置全暴露，囚徒又是一个上挂飞，只能说把这个人给救下来之后，让囚徒去绕大圈，然后记者来修机。但他们选择让记者来扛这个压力的话，那肯定是没了。对，因为囚徒一旦被找到，那么这把游戏就是一个2人的一个残局了。能溜吗？溜不了，溜不了，电没电断，极限的一个电。但是这个小短窗位置太死亡了，很难溜的。现在击倒的话就4，我觉得记者这波不挂人，就是不救人，对，不救人，直接去找地窖，逼迫卡提里不挂人。对，那这样的话是挂在这个位置，他是对，他还有机会去走一个，他一旦选择救人，他们就4个人必须全部被留下来。对，这样还有机会走。看一下，但这个位置排得很清楚啊！哇，他是上帝视角吗？为什么这么准？直接锁到了，太恐怖了，真的。对的，可能是救人的路线只有这一条，那这个回速有点较远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没关系，把人架住就好了，出不去的。只要人提前拦到一刀，而且格局总能压得住点位。他下一个奥飞必须要挡到刀才能走，要吃到那个奥飞受击的加速。
一旦这个奥飞没有这个加速，他应该是走不掉的。看这一刀怎么说，蓄力刀扭了一下，提前抢占第二点，他是没有飞轮的，架住，对，你要被卡死了。闪现39秒，根本不等过半刀，又拿下一个4抓卡 Kitty。卡 Kitty 这把真的太清楚了，站出来去牵制，下踢拳点，然后鸡哥是选在。来吧，先要上大房，但其实，在喧嚣没有开1阶之前，没有空中飞人之前，其实大房不太好追。嗯，是的，所以选择直接出去找森纳。兴奋差不多好了，可以去逮这边的空军。空军应该是回头直接交枪，直接开把枪，趁在你兴奋的一个冷却只有5秒的时候，精准的去把控这个时间，那你这个兴奋就等于说是白带了。对。说他们算的非常好啊。还差一个白球，哇！飞轮这把伤害给顶掉，这么秀吗？娘，彻底的感觉是已经完全预判到了对手的行动了。对。鸡哥这个位置的话，看看能不能赶紧打出这一刀。还好没有翻，而且趁你一个出刀枪是再翻过去，我的天娘，有点太秀了吧！这边的话选择求稳不翻板。那喧嚣前期这样的一个节奏已经彻底崩掉了，3台密码机还没有去打到一个上挂，感觉这个局势已经非常劣势了。对的，空军用的很好，哦呦，这波双重惊喜还是架住了。双球漂亮，可以，那这还可以，但是已经3台密码机了。求生者的话，他们现在选择很多，我可以选择过来压满救，或者说我开2个化险为1都可以。开2个化险为1的话，密码机是稳够的。只能说阿克西斯的这个赛季的状态太好了，这边的毛东西直接偷过来了，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路线，隐秘，这个完全没有发现，对的。然后这波也没有打断。强摊守墓人的一个铲子吗？真摊吗？感觉说实话有点亏啊。对，这把只能硬杀守墓人了。2刀之后给到看到2阶，选择打一个换挂的节奏。那这个位置是蹭不到的，蹭到黑球那还可以。边缘的红球，对的，那还可以。但是对于他来讲并不赚啊，3台半的一个节奏。换挂。外围的话，冰幻手里还有化险为1，化险为1他的话就基本上准备打开幕战了。说实话，对于基哥来讲，他现在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时间进行这个手椅了，只能说我去外这边打一个拦截或者去控场。对，这把节子先控住，不然的话就没有未来了。冰块直接飞过来，没有给任何机会，这样又是一个无伤救人。双重惊喜也没交。那么这个搏命时间能够把密码机拖得差不多。还要想去再看看次娜。看次娜下一个勾道具，应该是选择给1刀。对，还要再硬摊这个双倒吗？前面必须要把狗子交出来了，但是被打断了。对，被打断了。如果说开局节奏好一点的话，他这个打法确实是有收益的。但是现在密码机已经差不多够了，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很难操作。比如说，如果说现在这个场面你差1整台，那你这把应该是能多抓的。但是已经压好了，外面有个囚徒猛修机，而且你又没有挽留的一个情况下，那这局已经是没有什么机会了。对的，如果4跑的话是10比0啊，10比0。是的，并不是打第3局。现在鸡哥必须要保证有一个4抓。刚刚其实囚徒还想把这个传送电断，但是距离比较远。是的。进入开幕战了，还差。那这样的话，再把冰花给击倒，但另外那边的门已经开了，而且守墓这边还有一个自愈，还得管。你不管守墓人的话，不可能。那这样他那边门都已经点开了，凶者是已经结束了。你还不能去往门口走，守墓人这边他自己还能起来。已经结束了。这边的话应该就是平局啊，应该是平局。
后面还有地窖，如果说不管守墓人的话，守墓人到时候起来还能走地窖。是的，通缉到守墓，感觉守墓人好像能捞一波刺挠。对，真能救啊！那他们是有机会3跑啊。对，很大概率能3跑，但是这样的话，基哥得先处理守墓人。他们2个人一左一右就行了。处理斯纳，那另一边的话就能走掉了。那队友准备走，你挂人的话，守墓人直接去冲地窖，因为他还有一个铲子。对，这个铲子的话是可以足够跳大门这个地窖的。选择把人给放下来，但是你这样的话，病患也有自起啊。对呀，鸡哥再拖一拖就好了。鸡哥现在痛苦面就带在脸上呀。现在空军可以去摸道具了。辐射不到他们那边的。一波双球，但双惊喜已经没有用了。看这波，确实是比较难解决的一个节奏。空军摸了一瓶香水啊。起不来，那也就2名撑着逃出庄园，最后顺利保拿到了一个平局。对的，让我们恭喜阿克西斯取得胜利。是的，太强了！到目前为止，全胜，并且全部以2比0的一个姿态。橘军淘汰4名胜者也是拿。